今天我们就来评测搭载12代酷睿 P 系列处理器的华硕0114笔记本。看一下配置，0114采用 i7-1260P 处理器，12核16线程，英特尔7工艺，最高睿频可达 4.7 GHz。核显是英特尔的 Iris Xe 核显，96个 EU 单元，最高频率 1.4 GHz。内存是板载双通道 DDR5 4800兆赫兹，容量为16 GB。固态硬盘是512G 的 PM9A1 PCIe 4.0 层4速率。电池容量75瓦时，月机超大电池，办公和娱乐最高续航可达18小时。屏幕是这款笔记本的亮点 ，OLED 面板，2880×1800分辨率，90赫兹刷新率，像素密度达到了242 PPI， 高于 MacBook Pro 的227 PPI。OLED 面板每个像素点都可以单独控制发光，当显示黑色像素时，可以完全关闭像素点，显示真实的黑色。理论上 ，OLED 面板的对比度可以达到100万比1的程度，反映到实际的使用体验就是 OLED 面板色域更宽，色彩更鲜艳，并且通过了 Pantone 色彩认证。实测0114的色域覆盖达到了100% sRGB、95% 的 Dolby RGB、97% 的 P3 以及93%的 NTSC 色域，最大亮度约为419尼特。另外，这块屏幕在60%以上亮度或开启 HDR 时是 DC 调光，60%以下是 PWM 调光。再来看一下接口配置，0114笔记本左侧是 USB Type A 接口，10Gbps 速率，整机也只有一个 Type A 接口。如果需要外接鼠标、键盘等设备，建议额外购买一个 USB Hub。旁边是笔记本的散热器出风口，右侧是 HDMI 2.0 接口、3.5毫米音频接口、2个雷电4接口，这2个接口都可以用来充电，支持 USB PD 协议，最大65瓦。下方是 SD 卡接口和硬盘灯以及电源指示灯。因为充电接口采用了 USB PD 协议，这意味着你可以选择市面上所有 USB PD 65瓦的充电器，原装充电器和第三方充电器的充电效率相差不大。0114-2022全新的 A 面设计独具匠心，这次01系列打入 ASUS Monogram， 通过破格的比例配置展现耳目一新的现代风格，运用简洁利落的几何元素去呈现摩登现代的风格美学，在细节手法上酝酿精致，不仅是 A 面上 logo 的 pattern 化、亮物细节，转轴上的同心圆元素刻画，巧妙结合过往设计底蕴，转化成优雅而洗练的都市风格，给用户传达全新的 ASUS 风貌。在左下方还有一个 EVO 平台认证的 logo。0114笔记本键盘部分和01X 纵横有些类似，电源金属边框设计，支持指纹解锁，按压手感是需要稍微用力一点的阻尼感，不用担心误触。下方的触控板尺寸超大，130毫米乘74毫米，5.9英寸，支持一键呼出计算机，还非常贴心的在触控板和键盘部分做了背光设计，满足摸黑办公的需求。说完了配置，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处理器的规格。i7-1260P 是英特尔12代酷睿的 P 系列处理器。P 意为 Performance， 为轻薄本提供高性能支持的处理器。i7-1260P 采用4个性能核、8个能效核的配置，性能核支持超线程技术，总计16个线程。性能核最大睿频 4.7 GHz， 能效核最大睿频 3.4 GHz， 基础功耗28瓦，最大睿频功耗64瓦。处理器的性能想必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。我们先从 Cinebench R20 看起。在 Cinebench R20 中 ，i7-1260P 多核成绩3899分，单核成绩639分，多核成绩比锐龙7 5800U 快7%，比 i7-1165G7 快60%。12代酷睿处理器的多核性能提升显著，简单说就是一个 i7-1260P 等于 1.6 个 1165G7。1260P 在单核成绩上也有提升，分别比锐龙7 5800U 和 1165G7 快16%和12%。在 Cinebench R13 中 ，i7-1260P 多核成绩10153分。单核成绩1695分，单核成绩比 5800U 快17%，比 1165G7 快13%，多核成绩比 5800U 快9%，比 1165G7 快87%。在相对轻载的 Cinebench R13 中 ，i7-1260P 性能发挥更佳。Crossmark 跑分，总体得分1708分，生产率1585分，创造性1925分，反应能力1495分。再来看 CPU rate 跑分 ，i7-1260P 多核跑分5154分。单核跑分704.9分，在多核性能上同样大幅度超越上代 1165G7， 达到了恐怖的 1.88 倍，近乎装了2个 1165G7。单核性能的提升幅度和 Cinebench R13 接近，可以看出 1260P 在负载较低的应用场景锐频更高，性能更强，这也符合轻薄本用户的实际使用场景。在10次 Cinebench R10 循环测试中 ，i7-1260P 平均成绩3699分，第一次成绩达到3899分，之后9次成绩基本差不多。功耗释放稳定态在28瓦左右。第一次成绩和之后的成绩不同，是因为酷睿处理器有28秒或更高的满血功耗释放状态，用以满足玩家的短时高性能需求。
i7-1260P 搭载 Iris Xe 核显，96个 EU 单元，最大加速频率 1.4 GHz。这个核显比12代酷睿桌面端的 UHD 770更强，差不多达到翻倍的规格。我们来看一下理论性能。3D Mark Firestrak 跑分图形分5175分，比3代1165G7 快 3%， 比锐龙7 580EU 的 Vega 8快 41%。同时 Iris Xe 核显最令人称道的地方是支持丰富的视频解码格式。Iris Xe 核显用来硬解高清电影一直有一手的。游戏实测部分，英雄联盟 2560x1600 分辨率，极高画质设定，游戏帧数在90到120帧之间，平均帧数在104帧左右，非常流畅。绝地求生 1920x1200 分辨率，最低画质设定，游戏帧数在30到50帧之间，平均帧数在36帧左右，较为吃力。守望先锋 1920x1200 分辨率，高画质设定，游戏帧数在60到80帧之间，平均帧数在68帧左右，基本流畅。生产力性能使用 Procyon 软件进行测试，这个软件可能大家不太熟悉，它的母公司是和 3D Mark、PC Mark 相同的 UR 公司。Procyon 是 UR 公司针对生产力性能发布的测试软件。在 Procyon 视频编辑测试中 ，i7-1260P 得分2543分 ，1165G7 得分2301分。1260P 的成绩比1165G7 快243分，领先大约10%。多核性能的提升是1260P 获胜的关键，但是相同的核显规格让跑分成绩不如 CPU 基准测试的提升幅度那么夸张。在 Procyon 图像编辑测试中 ，i7-1260P 得分6193分 ，1165G7 得分5961分。1260P 的成绩比1165G7 快232分，大约3.8%的提升。Photoshop、Lightroom 这类图像编辑软件对处理器负载不高，相对更考验单核性能。1260P 的性能提升幅度和单核性能提升幅度相当。最后是 PC Mark 现代办公测试，这项测试包含了图像编辑、视频编辑、渲染应用以及日常的网页浏览应用开启等等，既对处理器的单核多核性能有要求，也对内存固态的性能有所考量。在 PC Mark 10中 ，i7-1260P 得分5566分 ，1165G7 得分4757分。1260P 比1165G7 快809分，大约17%的性能提升。再来看一下固态性能的表现。0114标配的是一个 PM9A1 512G 固态硬盘。对固态硬盘型号熟悉的玩家应该知道，这是三星980 Pro 的 OEM 版本 ，PCIe 4.0/4速率，属于目前的顶级固态硬盘之一。顺序读写速度分别是 6.7GB 每秒和 5GB 每秒。4K 单线程随机读写性能分别是81兆每秒和169兆每秒。0114版载 LPDDR5 双通道内存，频率是4800兆赫兹，容量为8GB×2。内存读写速度分别是 65.8GB 每秒和 58.5GB 每秒，延时111纳秒。i.64 FPU 高负载测试，室温27度，烤机11分钟，核心温度81度，表面温度91度。处理器频率性能核大约 2.6 GHz， 能效核大约 2.1 GHz。处理器功耗稳定态在30瓦左右。通过热成像仪检测，笔记本键盘 K 和 L 区域大约40到43度，出风口大约45到50度。华硕0114笔记本是有英特尔 Evo 平台认证的超能轻薄本。Evo 平台认证其中有一条是要求笔记本至少具备9小时的续航时间。在 PC Mark 10的现代办公续航测试中，0114以50%的亮度设置坚持了9小时22分钟，剩余电量3%，完全充满电大约需要2小时18分。Evo 平台认证还要求笔记本支持超快唤醒功能，在我们多次开合笔记本的实测中，笔记本均能做到瞬间唤醒，唤醒时间小于1秒，以保证用户获得即开即用的使用体验。最后再来看一下拆机部分，这台笔记本拆机也不难，但需要注意有2个螺丝钉隐藏在脚垫底部，需要揭开脚垫才能完全拆卸。拆开后盖后，这个硕大的75瓦时电池着实惊到了我，占据了笔记本60%的空间。这台笔记本采用的是单热管单风扇的散热设计，无线网卡采用的是英特尔的 AX211，支持 WiFi 6E协议，也是目前无线网卡的天花板。旁边是固态硬盘，标配三星 PM9A1 固态，只有1个安装位置，无法额外增加，但可以更换为更大容量的固态硬盘。最后总结一下这台笔记本的优缺点，先说缺点：一、笔记本键盘隔热做得不是很好，键盘能明显感觉到微热的触感；二、只有一个 USB Type-A 接口，需要额外购买 USB Hub。不过这也是目前轻薄版的普遍现状。再说说它的优点：一、0114搭载了12代酷睿处理器 i7-1260P， 性能相较上代提升巨大，尤其是多核性能提升更是显著。二、OLED 的显示屏素质优秀，用来看高清日常办公或者图像 PS 都不成问题。三、0114的外观设计、尺寸、重量都踩在了令人舒适的点，续航也比较长。如果你需要一台通勤方便的笔记本，0114就相当不错。
4. 通过 evo 平台认证，保证了轻薄本的最佳使用体验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这台笔记本还不错，可以关注京东华硕自营旗舰店，